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Ranger Man 频道，我是阿宅。那么今天呢，没有错，又是二手车系列。今天呢，就要为大家介绍 Mazda CX-3不过我这辆呢，就不是现在最新在卖这的车，它是一辆二手车如果你是有看我的 post或者是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的话，就知道顾客跟我们买了这个 Omoda 5，然后呢，他的这辆 Mazda 3就 trade in 了给我们。所以没有错，今天这辆 CX-3 呢，目前是售卖的状态。这样子呢，我又不是完全卖车佬嘛，除了 review 这个车以外呢，还会跟大家讲这个 Mazda 的缺点也好，优点也好，你是否能够接受呢？再来就是它的保养方面，我也会大概跟大家普及一下啦，它的正常的维修保养这些你大概是要花多少钱你可以接受了，还来考虑它是不是适合你的那款车，尤其是现在新年又要到了，如果想要买新车过年的，这边可以看一下哈。这样子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又要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顺手再来一个免费的订阅啦。应该很少人会像我这样子 review 车了之后，再来跟你讲车的一些保养还有维修方面的注意事项。俗话说买车容易养车难，确定你养得起这款车了，它来下手也不迟。最重要的记得要先订阅哈，之后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接下来我就一边介绍车，大家就一边看车毕竟二手车嘛，肯定还是会有不美的地方啦。各位就可以边看，我就一边为大家来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 CX-3值得购买的理由。首先外形方面的话Mazda CX-3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本地市场的。不过就这个样子来看你想象得到吗？它是一个2015年的设计这个就得益于 Mazda 家族的 Cordo Design 混动设计。坏处就是每款车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好处就是呢，就算是5年前的设计，到如今看起来也不会觉得过时。今天这辆是2017年的啦，它的外形也和现在在售卖这最新款的 Mazda CX-3其实是90%一样的。再来它的外形配备方面的话，车头灯给到你满满的 LED， 重点是再搭配上这个 Mazda 的混动设计，所以呢，它的这个车头灯看起来就非常有神不过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signal是采用灯泡，然后不是整合在头灯组里面的，是在雾灯座的那个位置。其实从车侧就可以看得出，这个 CX-3 是蛮小一辆的车来的。虽然讲它的定位是 B segment 的 crossover， 就好像 HRV 那种的 size， 不过就很明显了，如果你对比起 HRV 的话，这个 CX-3 看起来会更加小辆，更加 compact 一点这个是从车侧可以很明显看得出的。再来它车侧的这个线条也不会讲到乱七八糟Mazda 的设计是你可以敢放心的，花了钱花了精神，怎样都是会比较好看的。不过这个轮拱就它的这个翻挂材质，可能会有些人觉得太大片，我是觉得还好啦，勉强可以接受。现在的 CX-30那个就太大了啦。再来车侧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rim 的设计 OK 啦，简单合格，然后尺寸以 B segment 来讲会略大一点点。车尾灯的话，这个就是比较书写的地方啦。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讲这个2017年的也是好看，不过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 Mazda CX-3 就有推出了一个小改款的车型，前脸的变化不大，不过它这个车尾灯就变成了跟 CX-5 非常像的那个恶魔之眼的尾灯就是它亮起来的时候是直接一个圆圈这样子的那个当然更加好看啦，这个就逊色一点，不过也是有 LED 的，然后底下也是有真双出排气管，这个就看起来会比较 sport 一点啦。接下来内饰才是重头戏，这个 Mazda 的内装就可以讲是非常精细。这个如果你是没有用过 Mazda 的啦，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它把自己定位成日系车里面比较 atas 的那个 level。内装来讲确实是做得到那个水准，从内装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是2017款的。为什么呢？其中就是这个 steering 的部分2017款之后就换成了这样子的圆形 airbag 的这个 steering， 看起来就会和最一开始的2015款的样式是整个不一样的啦。这样子2017款换了 steering 有什么特别呢？其实就是它多了一个叫 GVC 的配备。现在最新的 Mazda 是已经升级到 GVC Plus 了，不过这个 GVC 也是不错的。GVC 是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呢，对比起没有 GVC 的，肯定这个有 GVC 的 handling 肯定会来得更加好啦。Dashboard 的话，在这个冷气下面的这一块 panel它就是采用软材质，这个就还蛮不错的。座椅的设计包括内装，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红黑搭配。Mazda 会用一些红色来做 highlight 可能皮革还有这些线条边椅子的材质，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中间是采用类似 suede 类似 Alcantara 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抬头显示器HUD 这个 CX-3 也是有给买你啦。Pedal Shift 也是有的这个是真正的 Pedal Shift不是 CVT 来的Mazda 的车是真的有牙的
然后我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这个2017款哦过后啊，在2018年的时候的那个小改款啊，就直接把内装这些红色的 lining 全部都取消到完，变成它的内装就一片漆黑啊。这个我不懂，这么我感觉像是 downgrade 啦。这个我就觉得2017的这个小升级款啊，就比较有优势，内装多了一点红色的 lining 啊，看起来整体比较 fresh 一点嘛，不会这么黑这么沉闷。还有一个优点啊，像我这样子大长腿嘞，驾车每次就会敲到的这个地方，这片红色啊，马自达也非常细心，它的人体工学真的是做得好啊。这种脚会敲到的嘞，它就给你一个软的皮革啊，长途驾驶的话就不会这么不舒服啦。不过在这个 Center Console 这边就有东西要吐槽了，Mazda 真的是出名小啊，包括在它中间的这个 Center Console 这边，你看我还要插我的水瓶来自己拿来靠手，这个对于长途驾驶的话就比较有点不便利咯，你的手就会悬空啊，这个就搞晒啊。再来就是这个 iStop 啊，Lebay 的东西一上车就要关掉的，这个东西 Mazda 应该全系的车都有给完你啦。门板的材质啊也是没有 cut cost， 也是跟它的座椅啊一样非常非常的丰富。在靠手的部分啊，Mazda 就给你这个酒红色的皮革，上面一点这个门板的地方呢，就给你碎的这个材质。到它这个门把手这边啊，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 quality。门把手呢是这种雾面的 chrome， 然后它后面的这个饰板啊是这种你在 Mercedes 上面会看到的拉式的雾迎面板，真的是阿大Mazda 的设计。然后这个后车厢空间你不用想太多啦，Mazda 是出名小的嘛，这个后车厢空间一眼望去就是这样子咯。这些嘎仓都是齐的 ，Emergency Kit 啊，全部东西都会交给下一任车主啦。然后 spare 打压的话啊 ，CX3 也是有给到你，不过没有错的话，应该是小尺寸的这个 spare 打压啦，就不是 full size Sport Rim。CX3 的后座我就意思坐就好了，你我都知道了，就是窄的嘛，毕竟这个 CX3 呢就是 Mazda 2的 crossover 版本而已。内饰空间的话，它可能头部会比 Mazda 好一点，腿部空间这些就差不多啦。然后 Mazda 给人家讲小啊，真的不是没有理由的。这辆车我也用了蛮久一段时间了啦，我就研究了啊。首先它的门板哦，真的是非常非常厚啊。对比起可能 Toyota Honda 的话，这个你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无论是前门或者后门，后门会稍微薄一点点啊。就是它门的这个部分啊，就已经占掉非常非常大的位置了，就没有像别的日本车这样子把门板削到薄薄嘞来偷空间。包括它后门这个门槛的地方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粗啊，非常厚一条啊。就是这个轮拱的这个位置，比熟的话，应该你就可以理解到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了啦。所以呢 Mazda 简单来讲，就是它的车身会比较重，然后它的这个车身的部分也会比较厚实一点。不是卖楼天。再来保养方面的话，这个 CX3 啊用的是 2.0 的 engine， 所以它需要的黑油的容量是非常奇怪的 4.2 L。这个就跟我们一般的日本车、国产车也好啊，就会比较不一样。一般上车我们都是买一桶4L的黑油，然后可能会有剩一点点，一般上都是3.8 L 这样子的嘛。Mazda 的话你就需要有准备咯，可能你直接买一桶5 L的还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是 2.5 的那副 engine 的话，就是需要4.5 L的黑油。顺便跟大家讲啦，这样子这个 CX3 的这副 2.0 的引擎，小保养的话一般在250、350块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了。然后 Mazda 的黑油 filter 本身是会比日本车来讲啦，它的这个黑油 filter 是会比较贵一点点的。刚才我讲的250到350，当然是这个 filter 包括在里面了啦。这样子你觉得会贵很多吗？比起你以前可能用的 Toyota Honda 来讲的话，不过就如我讲到的，不只是黑油 filter， Mazda 的个别零件也会比起一般日本车还要来的贵一点，尤其是它车脚的这部分，你就预算可能它会贵多一个18%到20%这样子啦。比起一般可能 Toyota Honda 的话 ，Spark Plug 的话就跟一般车其实是一样的。我了解到的啦，就是它的车脚的这些东西会贵大概一个10到20%左右，这个就没有办法啦，要享受就是要接受的。它的驾驶感受我就顺便跟大家一起分享啦。这个 CX3 那天我们是在新山的 Cherry 出车嘛，出了车过后我就把顾客原本的这辆 CX3 驾回居銮，开了一段 highway 啦，真的是好驾 Mazda 的车，尤其是它跑长途，就算这个 CX3 它是一辆小车都好啦。它的这个稳定性真的是一般 Toyota Honda 是给不到你的，这个我可以拍胸跟你保证的。所以对我来讲啦 ，Mazda 的车是它的空间是会比较小，所以它就比较适合那些，就像这个前车主这样子啦，它70%是一个人用车，最多前座会再多一个人，它的后座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啦，它的这个座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磨损的，很久才会载一次人的。所以对车主来讲，空间就不是它的首选，反而是要自己开起来爽才是它的首选。这样子的这个顾客群就会选择 Mazda。讲到完，这样今天这辆2017年的 Mazda CX3 呢是要卖这68800，非常吉利的一个数字哈。这辆车特别的是2017年对比起2016、2015的话，它就多了这个 GVC 的加持。
所以它的 handling 会比较好。重点呢，如果这辆车你是通过 Rangerman 频道来下单的话啦，还会送你一套价值398块的多多 Mat， 然后 Rangerman 频道也可以跟你保证这辆车的里数是没有调过的。在这辆 CX-3 的前5年这辆 CX-3 当时候车主也是跟我们买新车，所以呢，我们都知道了，前车主都是5年来在这个 Mazda 的土库 service 过了warranty才在外面 service 啦。所以这个里数大家是可以打电话回去这个 Mazda 都可以查得到的，不会跟你讲里数现在7万。然后呢，你打回去 Mazda 查到最后一次在 Mazda Service 已经是10万了的，这样子的情况我们这边是不会出现的啦。小本生意都是老老实实，没有什么套路的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啦。有兴趣这辆 Mazda CX-3 的话，就可以联系 Rangerman 的好伙伴，他就会帮你处理好，包括保险 Rotex 全部跟你做买美美给你就对了啦。这送到你家门口也没有问题的啦。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仔，我们下期影片见。